废话少说，直接开始啊！跑高速应该注意什么？那么今天暴弟啊，就给大家实际的分享几个跑高速的经验和技巧，特别是新手司机一定要看到最后。视频可能说有点长，那么我相信看完以后对你绝对有帮助。那么刚好还有30天就要过年了，我觉得这2天你肯定用得到。现在可以看到啊，暴弟就在高速口，对不对？好，现在暴弟反过来镜头上高速，给大家实际的说一说跑高速的注意事项。好，这里就是高速的入口。我们上高速时，最好先看一下我们车上有没有 EDC， 有 EDC 我们就走左侧2个 EDC 车道，如果没有 EDC 我们就走右侧的人工车道。大家看一下人工车道一般啊节假日排队都比较长，对不对？暴弟建议大家办理一个 EDC， 办理 EDC 一般都在高速啊收费站旁边就有。好，等这个杆抬起来以后，好，我们就可以上高速了，这就算进入高速了。这里暴弟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上高速之前最好先设置好导航，因为高速上有很多的分岔口，包括高速一般我们都是要去外地，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认识路，所以说我们最好啊要设置好导航，设置好目的地。暴弟跑高速啊，最少没有说啊几十万公里，也有20万公里的，对不对？但是呢，我每次出行还是要开导航。好，选择正确的匝道进入以后，这就算啊上了高速了。但是这里呢，我们不要着急，车速最好控制在40、50左右，因为这个匝道啊弯很急，如果说你速度太快，很有可能啊撞上旁边的护栏。因为现在啊冬天，特别这几天，北方很多地方都有雪，南方地方很多地方都有雨。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弯道处，大家看一下这么弯的一个弯道啊，特别急，你到弯道处发现啊特别弯，再急刹车，很容易让车辆撞上护栏，失控，非常的危险。好，前方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高速的主路了，这个时候我们扭头观察一下高速主路，可以看到有大货车，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急着过入主路，我们先在前方这条加速匝道上啊，将车速提高至80以上，将车速提高以后再忽入主路，再观察左侧后视镜。好，忽入进来以后，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4车道的高速，对不对？在这里呢，暴弟提醒大家啊，跑高速一定不要长时间啊在右侧车道行驶，因为右侧车道都是大货车，对不对？这里暴弟要提醒大家，不要长时间尾随大货车，或者说长时间跟随大货车，比较危险。第一个，大货车我们可以看到车身比较高大，比较庞大，对不对？那如果说你长时间跟在它的屁股后边，很容易因为啊观察不到前方远处的距离，进而发生安全隐患。所以说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变道远离大货车。好，只看到啊后方已经没有车辆了，先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定安全以后再动方向。好，这里暴弟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变道不要连续的去变道，因为连续变道很危险。超越大货车时，观察大货车的左前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说你发现大货车的左前轮有压线的趋势，也就是说它的车头想要压线了，那么我们记得一定要放弃超车，因为大货车车身很长，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它想要变道时都是车头压线以后，然后呢再去变道。所以说我们超大货车时，第一个要观察大货车的左前轮，确定它的左前轮没有压线以后，我们就闪灯，也就是说闪大灯，然后鸣笛，快速通过。记得啊，一定要提醒它，特别是晚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高速上按喇叭，车辆是听不到的，因为高速上风噪很大。我开一下窗户，你听一下，大家看一下，对不对？所以说高速上风噪很大，有可能你按喇叭它根本听不到。超越大货车时，一定要记得观察它的左前轮。大家看一下，大货车车身很长，对不对？车身很长的情况下，它变道一般都是车头先压这个线以后，然后车尾才会过来。所以说超大货车这个步骤一定不要忘记，闪大灯，鸣笛，观察它的左前轮，确定安全以后快速的超越过去。但是呢，大家看一下前方这辆面包车正在龟速行驶，我们就选择找机会变道过去。大家看一下，速度这么慢，你还走在啊左侧车道，这就是龟速行驶车辆了。如果说你开车你只顾着眼前这一块，没有把目光放远，那么你很有可能会追尾它。你到跟前以后，你发现这辆车啊好像停在那儿一样，对不对？这里暴弟建议大家，我们跑高速最好走在中间车道啊，也就是说刚才这个车道我们变道过来，这个车道相对来说速度不用那么快，我们4车道的高速，这个车道跑110左右也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车道上你跑个100码，你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障碍物，会有很多车辆不断的去超越你。如果说你速度实在提不上来，那么咱们就走在右侧第2个车道，也就是说现在前方那辆小车他走的车道，对不对？你不要说你速度不敢提高，你又走在快车道上，这样你不但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而且呢其他车辆会一直不断的去超越你。超越你的途中，你是不是就可能说存在危险，对别人来说也存在危险，对不对？那么这里暴力提醒大家，在高速上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不小心我们车辆爆胎了，该怎么办呢？如果说你在高速上车辆真的不小心爆胎了，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扶稳方向盘，让我们的车辆保持直线行驶，不要一爆胎你就乱打方向。记住你只能扶稳双手牢牢的抓住这个方向盘，尽量让车辆走直线，然后呢伴随点刹的方式去停车，对不对？你不能突然觉得爆胎了突然就急刹车。还有就是大家看一下路面颜色突然不一样了，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个2个颜色的路肯定有一个颜色是补过的路。那么我们突然发现路面颜色不一样时，我们记住提前将车速降低，为啥呢？因为路上这种颜色不一样的，它是可能说是补丁，对不对？如果说你高速上万一哪里有一个小坎没有给你修平，你要知道即便说是一个1公分左右的小坎，都可能说导致你的车辆轮胎爆胎。因为咱们车辆高速行驶时轮胎压力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你万一压到一个小坎，或者说路面上有一个什么小障碍物，或者说一个塑料袋，甚至一个特别小的东西，都可能说会让我们的轮胎爆胎。所以说我们高速上一般不要压东西，特别是像这种路面颜色不一样的时候，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减速，咱们记得一定要观察我们的中央后视镜。只要是在高速上想要减速，也就是说看到路面颜色不一样了，我们想要减速，但是呢减速前要观察我们的中央后视镜，对不对？因为高速上有一句话说得好，被追尾的死亡率要远远大于追尾的那一方。所以说我们高速上想要减速时，一定要先观察我们的中央后视镜，确定后方车辆能够刹得住，确定后方车辆没有跟得很近，我们再去点刹，再去减速，对不对？那还有就是个啥呢？我们在高速上会有很多的出口，我们经过高速的出口时，如果说你不打算下高速，我们发现前方1公里，大家看一下有这种蓝色的路牌，对不对？发现前方1公里有下站口，如果说你不打算下，那么我们就提前将车辆变道至最左侧车道。为啥呢？因为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那万一有些车辆他不知道他自己快要错过出口了，对不对？于是呢他就连续压实线变道过去。那如果说你在中间车道或者说右侧车道，他这样突然变道过去，是不是就会殃及到你呢？你就会撞击到他的侧面。所以说我们经过高速的出入口，如果说你不打算下高速，我们就提前走在最左侧车道，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其他车辆它因为错过高速口撞到你的事故发生，对不对？那还有就是这2天雨雪天比较多，南方可能说下雨，北方下雪，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最好将车辆速度放慢。如果说遇到雨雪天能见度比较低时，我们就把速度控制在100左右。那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下大雨下大雪的情况，那么我们最好就把车辆找一个最近的高速口下高速，这样是最安全的。好，根据导航得知呢，前方500米我们就要下高速了，对不对？一般下高速的前方3公里、2公里、1公里、500米处都会有一个高速下站指示牌，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500米的指示牌，对不对？那么当我们遇到500米指示牌的时候，特别是像这种春运期间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更要变道至最右侧了，避免你错过高速出口，你想下站，你发现你在最左侧，你下不了，对不对？因为高速的出口处都是实线，如果说你压线变道扣分罚款都是小事儿，生命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儿。也就意味着我们在高速上，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错过了出口，不能停车，不能倒车，不能连续变道，我们只有向前将错就错，你大不了到前方多走一段路，你绕回来嘛，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要下的高速口了。我们变道过来以后，先打右转向灯拐过来以后，大家看到限速40，对不对？这个下高速的匝道和我们上高速的匝道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为啥呢？你可以看到弯一样很急很弯，对不对？
在这里如果说你还是速度很快，一样容易撞上旁边的护栏。还有就是暴地提醒大家，在高速上记得不要开斗气蛇，为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现在春运期间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那如果说别的车辆不小心啊别了你一下，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让他一上，对不对？他有可能说不是故意的，也有可能说他家里有啥急事儿，他需要回去。我们记住不要开斗气蛇，很容易发生事故。还有就是在高速上不要超速，10次事故9次坏，还有一次是意外，意外就是说斗气蛇，对不对？所以说跑高速我们要讲究心平气和，你记住在高速上安全到家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上高速 ETC， 下高速一样走 ETC， 这就是我们跑高速的一个完整的流程了。如果说你还有哪里不懂，您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问暴地我都会帮你解答。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观看。